清空并点亮那个角落的人，一年下来平均多存下纯 A% 的钱。我说的不是运气，是你家那个堆满杂物的角落，老祖宗管它叫财尾，你可能一直拿它当储物区。但 28% 这个数字背后，不是钱自己跑进来，是你的大脑终于有地方放下警戒。那个角落从来不是聚财的风水点，它是你大脑的安全感开关，而你亲手把它埋了。你以为是因为乱所以存不到钱，顺序刚好相反。是那个角落一旦被堆住，你的大脑每次走过都会多耗一点力气去扫描它，于是你整天都处在低度警戒。看完这支，你今晚回家不用买任何东西，不用罗盘，4厘秒就能验出你家那个安全感锚点到底是被点亮了，还是被你埋了好几年。唐玄书探头吐槽里，这不怪你，怪当年没人告诉你那个脚是给身体看的，不是给杂物住的。哈喽，我是不带罗盘的风水师王旭内优。这个频道只做一件事，把老祖宗的风水翻成现代的环境心理学跟空间科学。我们不算命，不打脸，只把那些被讲了几百年的观察，还它一个科学的名字。如果你也想用看得懂、验得出的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家，订阅我，顺手点开小铃铛。我们今晚就从这个被你埋掉的角落开始。我先讲科技派怎么看。有个在大公司写程式的观众跟我说，他家进门斜对角那块堆了3年的纸箱跟旧键盘。他说每次加完班回家，一进门就莫名烦躁，讲不出原因。后来他只做一件事，把那块清空，放一盏暖灯。2周后，他传讯息给我，说他开始坐得住，开始记账了。他没变有钱，是他终于肯停下来算钱了。科技派说，这很可能不是巧合。为什么一个角落清空，人就坐得住？科技派搬出大脑的机制。你的视觉系统有个很省电的习惯，环境里只要有一块持续没整理、形状不确定的区域，它就会被标记成需要持续监看的待办。让你坐住看似放松，那块杂物角其实一直在偷偷占用你的注意力频宽。清掉它，等于帮大脑关掉一个常驻在背景跑的程式，认知资源被释放，你才有余力去处理像存钱这种需要钱额叶的慢思考。这个被占用的角落不是随便哪里，它通常是你一进门视线最先扫到却又离你最远的那个对角。心理学发现，人对空间里某个固定点会产生一种稳定的依附，只要那个点是整齐被照亮，属于你的，大脑就会把它当成基地台，持续发出这里安全的讯号。科技派给它一个名字，叫安全感锚点。王财位不是钱的位置，是你大脑下锚放下警戒的那个位置。做安全感锚点，科技派封印，唤醒沙派上场。他们不讲机制，只讲你会起鸡皮疙瘩的案例。我看过一个家，进门对角那块堆到比人还高，屋主自己都绕住走。他说他在那个家住了5年，5年里没存到1毛钱，还老觉得有人站在他背后。他说不出是什么，就是不敢久待在客厅。飞行沙派说，那不是有鬼，是那座杂物山把他的视线、他的退路、他的掌控感全堵死了。
为什么一座杂物山会让人不敢久待？行沙派说，你的身体比你诚实。当你坐在客厅，那个角落如果是黑的，乱的看不清里面有什么，你的潜意识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无法确认的死角。佛人天生需要被有靠，眼前开阔，而一个堆满阴暗看不透的角落刚好违反这个本能。你不是矫情，是你的身体整晚都在替那个死角值班，他根本没办法真正放松下来陪你看电视。斗行沙派接住补一刀，最毒的不是杂物多，是那个角落还是暗的，一个又乱又暗的对角，等于同时关掉了照明跟秩序两个安全讯号。他后来怎么破的？他没搬家，没改格局，只是把那座山清掉，摆一张矮柜，上面放一盏灯。他说清完的那晚，他第一次赶一个人在客厅坐到半夜。那块角落从一个他绕住走的禁区变回一个他想靠近的地方。这种人对特定地点的依附，行沙派封印叫地点依恋。现在轮到财务派，他们只关心一件事，这跟你的钱包有什么关系？而财务派说 28% 这个数字不是因为那个角落会招财，是因为一个有安全感锚点的人做钱的决定不一样。活一个整晚在替死角值班的大脑是焦虑的，是短视的，他只想快点花钱买个爽来补偿。你以为你在乱买，其实是你的环境让你没有余裕去想未来。财务派把账算给你听。当你的安全感锚点被点亮，大脑不再分一块出去警戒，你才有认知资源去做延迟满足这件难事。延迟满足白话讲就是忍住不乱买，把钱留到以后。研究观察到，环境让人越有掌控感，人就越敢规划长期，越少做冲动消费。活多存下的那 28% 不是省小钱省出来的，是你大脑从生存模式切回计划模式，自然停掉的那些补偿性乱花。所以三派其实在讲同一件事。科技派说那是释放注意力频宽，行沙派说那是收回掌控感，财务派说那是让你敢计划未来。老祖宗早就看到了这个现象清空，照亮守好那个角落的人，日子过得比较稳，比较聚得住财。他只是当年没有大脑科学，没有环境心理学，只能用财为2个字把这个几百年的观察包起来，传给后面的人。而现在换你验自己家，今晚进门先别脱鞋，站在门口看你进门的斜对角，原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那块是亮的还是暗的？第二，它是整齐看得清楚，还是堆到你会绕住走？第三，你愿不愿意一个人在那附近坐下来待住？如果3个答案都让你皱眉，恭喜你，你刚刚找到了那个被埋掉的安全感锚点。它不需要你信风水，它只需要你把它当回一个地方。好，把玄学翻成今晚就能做的3件事。第一，清空，把进门斜对角那块清到见底，不是塞进柜子，是真的让它空出来。第二，照亮，放一盏2700K 的暖灯，让那个角落晚上是亮的，给大脑一个稳定的安全讯号。第三，赋予归属，就在那摆一样你真心喜欢属于你的东西，一盆植物，一张照片都行，让大脑认得这是我的地盘。
3件事今晚就能勾完。别小看这3步，你不是在摆风水，你是在替你的大脑重新盖一个基地台。当那个角落从一个让你警戒的死角变回一个让你安心的地点，你省下来的不只是注意力，是你做每一个花钱决定时那份多出来的余裕。而财位从来不是钱的位置，是你大脑放心下锚的位置。守住它，那28% 会自己回来。所以记住这支的关键词：安全感锚点，还有它的科学名字，地点依恋。留言告诉我你家那个进门鞋对角现在堆了什么，我会一个一个看。如果这支让你想起家里那个被埋掉的角落，帮我点个赞，收藏起来。今晚回家对照分享给那个总说自己存不到钱的朋友。我是Neo，我们下一个被翻译的风水词再见。